想把货从中国发到土耳其，却担心到港后被关税和清关卡住。这一条，我把整条链路按真实顺序讲清楚。核心答案很简单，只看3件事：第一是商品的 HS 编码和关税，第二是完整的清关单据，第三是能在本地落地的收款与开票安排。把这3件事理顺，比单纯找一家便宜货代重要得多。先看整体流程，通常分6步：确定商品归类和税率，签合同约定 FOB 或 CIF 术语，再安排运输，备齐单据，口岸清关，最后交付和结算。一个常见误区，中土之间没有自贸协定，中国货物按最惠国税率征税，部分商品还可能涉及反倾销税。提前核对税则，才不会到港才发现成本被推高。运输上海运是主流，从中国主要港口到伊斯坦布尔附近的 Ambarli、Mersin 等港口，常见运输时间约为3到5周，随航线和季节波动。接下来是最容易出错的第一步 HS 编码。土耳其用12位税则编码，前6位和中国一致。一旦报错，轻则改单，产生滞港费，重则被认定为申报不实。进土耳其的税费通常含3部分，第一是进口关税，按最惠国税率，依商品类别从0到较高比例不等。第二是进口增值税 KDV， 截至本文写作时，标准税率为 20%， 部分商品适用 10% 或 1%， 按到按价加关税后的总额计征。第三是可能的附加税，比如汽车烟酒的特别消费税 OTV 以及反倾销税。税率会随政策调整，下单前一定要就您的具体商品核对最新税则。理清了税，就该备单据了。土耳其清关需要一整套相互印证的文件，缺一不可。最核心的是商业发票、装箱单、提单和原产地证。按商品不同，还可能需要原产地证书影响税率，电子、机械、玩具等受管制商品要 CE 或 SI 认证，食品、化妆品则需卫生或质检证书。记住一条底线，单据上的品名、数量、金额必须和实际货物、报关数据完全一致。很多案子就因为发票币种或收货人抬头和提单不符而卡在口岸。再说一个最易被低估的环节，货款结算。土耳其里拉波动较大，对外汇又有监管，结算方式和币种直接影响您的回款安全。常见方式有电汇、信用证和托收。新客户和大额订单建议优先用信用证或预付加尾款，币种多用美元或欧元，避开里拉波动。运输方式看货值、时效和货量的平衡。海运成本最低，适合大宗重货；空运快但贵，适合高货值或样品；铁路联运的时效介于两者之间。货到港后，可直接清关提货，也可以先进保税仓 and repo 暂存。保税仓能延后缴税，灵活分批清关，特别适合做本地分销或转口的客户。战略上，土耳其地处欧亚十字路口，和欧盟还有关税同盟，很多企业把它作为进入欧洲、中东和北非市场的中转基地。要不要设立本地公司？看贸易模式，偶尔1、2票，委托本地代理清关即可。若要持续进口，本地开票，设立土耳其有限责任公司更稳妥，可用自己名义进口并抵扣增值税。最后是大家最关心的避坑环节，风险集中在4方面：归类申报、单据一致性、汇率和合规。其中申报不实和单据不符最高频，也最容易靠事前准备避免。几个要点请收好：发货前确认 HS 编码和认证，发票、装箱单、提单数据一致，大额交易用信用证，以美元、欧元结算，受管制商品提前办妥 CE、SI 和未检，关注反倾销税清单。要提醒的是，政策、税率和管制清单会不时更新，没有机构能保证清关结果。
任何具体决定前，都建议和顾问核对最新规定和您的个案情况。如果这条帮您理清了思路，欢迎关注我，少走弯路。主页还有更多中土贸易和落地的内容。中土华信集团在伊斯坦布尔有全中文团队，从商品归类、税负测算到清关、结算和落地，端到端陪同对接海关、税务和银行，关键节点用中文书面汇报。我们下条视频见。